从来都没有想过河马有一天会变成外来物种。这件事爆发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哥伦比亚。而哥伦比亚在哪里呢？其实我们对这个国家都不是非常的熟悉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张地图，哥伦比亚位于在南美洲的左上方这个地方。从照片看得出来是在绿色那个地方，这也是一个赤道的附近的国家。其实赤道是有穿越过哥伦比亚的。当然哥伦比亚也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的雨林跟热带的气候。哥伦比亚可以说是全世界中生物多样性第2名的国家。而在这个赤道的国家，河马竟然成为一种外来入侵种。你会觉得河马在哥伦比亚很奇怪吗？是的，非常的奇怪。因为河马的原产地其实不在哥伦比亚，也不在美洲，是在非洲。后面这张图就是河马分布的地方，红色的地方是河马曾经分布的国家跟地理位置，而绿色的地方则是现今分布的地方。目前非洲总共野生的河马的数量大概在10万只左右，当然随着人为的开发，河马的数量也日渐的减少。河马的外表看起来是一种很可爱很萌的生物，但事实上它可是一种恐怖的生物。河马是素食主义者，所以它只吃草或吃叶子，主食还是以草类跟叶子为主。一头河马重达可以到3000公斤以上，也就是3吨，平均的大小也有1500公斤到2000公斤左右。而一天中，河马至少会吃掉40公斤以上的草类或者是蔬果。虽然河马不是肉食主义者，但是河马可以说是一种很有名、脾气差的一种原生种的动物。在非洲，野生的河马一年可以造成300个人以上的死亡。有报道说，河马也曾经在1年中造成了500人以上的死亡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生物之一。当然你会觉得说，河马跟棕熊跟鳄鱼哪一种是比较凶猛的呢？在牛津医学案例报道上有一篇关于这个的研究，他们发现遭到河马攻击的人致死率介于 29% 到 87% 之间。相较之下，如果遭到熊类的攻击，丧命的机会只有 5%， 如果遭到鳄鱼的攻击，致死的机会大概是 25% 左右。河马的攻击远远高于鳄鱼跟熊，所以河马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生物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河马的咬合力可以到达2200公斤左右，而且在非洲，成年的河马几乎没有天敌的存在。那为什么原产在非洲的河马会变成哥伦比亚的外来物种呢？这个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之前说起。在1980年的时候，哥伦比亚有一个毒枭，这个毒枭有一个外号，被称为可卡因之王。他拥有一个私人动物园，在这个私人动物园中养着许多的珍禽异兽，例如狮子、长颈鹿，还有河马这些大型的哺乳类动物。在1993年的时候，这个毒枭死亡以后呢，这个私人动物园的动物也重新的被安置，所有的野生动物几乎都被安置到其他的地方，只有难以捕捉的河马并没有被送走，并且河马逃出了原本的动物园，到了野外。而当时的动物园有多少只河马呢？其实也不多，只有1公3母4只河马。当然这4只河马逃出野外后开始繁殖，而没想到在野外这4只河马以快速的速度繁殖出很多的个体。在2020年的时候，哥伦比亚的政府初估大约在野外应该有98只以上的个体。不过在今年，经由新的科学家的新的科学研究方式显示出，新的科学评估发现至少有181只到215只以上的河马活在哥伦比亚，也就是之前的评估的2倍以上的数量。而为什么一直没有很准确的评估数量呢？你要知道，河马其实是一种夜行性的动物，在白天基本上都在休息，在晚上会出来吃草觅食，所以白天其实看不太到河马，也增加了调查上的难度。而且经过了科学家的调查，科学家发现至少有 37% 左右的河马其实是未成年的河马，这也表示在哥伦比亚的河马中
还在快速繁殖中。如果完全都不管的话，科学家估计至少在20年内，河马的数量可能会到达1500只以上，对环境是一种完全的破坏。如何处理这些河马，对于这个世界第2大的生物性多样性的国家而言，就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了。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杀死，当然也有很多的反对意见，例如用节育，用其他的方式去减少它的数量。接下来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，到底哥伦比亚政府如何处理这几只河马呢？在没有天敌的环境中，外来种一直以来繁殖力都非常的恐怖，成长速度非常的快速，所以对外来物种还是要非常的注意。感谢您收看，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订阅跟分享我们哦。关于河马，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动物呢？可以留言跟我们讨论一下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